天旷节的由来及传说。农历6月初6是天旷节，相传这一天玉皇大帝会开天门到人间巡游，是民众求财、祈福、添寿、除恶的好日子。只要在这天多多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就能为自己招来好福气。天旷日也被称为天庆节，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而特别的节日，其起源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王朝。这个节日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，更伴随着一段神奇动人的传说。本文将详细探讨天旷日的由来、传说及其历史演变，并介绍其在古代和现代的庆祝活动。天旷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后周显德2年，公元955年。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，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间954年到959年，是一位英明而有作为的君主。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试图恢复中原的繁荣与安定。显德2年，柴荣亲率大军攻打北汉，位于今山西省一带，希望通过这次战役进一步统一中原。然而，在征战途中，军队遇到了严寒天气和大雪的阻碍，粮草供应紧张，士兵们饥寒交迫，士气低落。面对这一困境，柴荣深感无助，便向天祷告，恳请上天保佑，赐予粮食和温暖，以渡过难关。令人惊奇的是，第二天早晨，士兵们发现天降神奇果实，这些果实不仅能充饥，还能御寒，军队得以恢复元气，继续行军，并最终取得胜利。柴荣将这一奇迹视为上天的恩赐，为了感激上天的眷顾，他将这一天定为天旷日，意为上天的赏赐，并在每年的这一天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，以表达对上天的感恩之情。天旷日的传说丰富多彩，最广为流传的是关于一位仙女的故事。据说，在柴荣祷告上天之后，天界的仙女被他的诚心所感动。仙女名叫瑶姬，她是天帝的女儿，善良而富有同情心。她决定帮助这支困境中的军队。瑶姬在天上采集了一种神奇的果实，这种果实不仅可以充饥，还能驱寒。她将这些果实撒向人间，士兵们在清晨醒来时，发现地上铺满了这些温暖的果实。士兵们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，他们吃下这些果实，得以继续行军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瑶姬的仁爱之举被传颂为美谈，人们相信这是他对人间的恩赐。另一则传说提到，这些神奇的果实其实是天上的仙桃，这些仙桃不仅能提供充足的营养，还具有驱寒暖身的功效。仙桃由仙女亲自摘下，特地为这支军队而降。士兵们在食用了仙桃后，立即恢复了体力和士气，这才得以渡过难关。这些美丽的传说不仅赋予天旷日神圣的色彩，也让人们对这个节日充满了敬畏和感激之情。天旷日作为一个节日，其庆祝活动和仪式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有所变化，但其核心精神，感恩上天的恩赐，始终如一。在古代，天旷日的庆祝活动主要集中在祭祀和祈福上。作为一个由皇帝发起的节日，天旷日的庆祝活动往往具有国家仪式的规模和庄重性。主要的庆祝及活动包括，在众多习俗中，晒书和晒棉被尤为引人注目。这两项活动不仅有着实际的功能，
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。本文将详细介绍天旷节晒书和晒棉被的习俗，以及其背后的意义。一、晒书的习俗。晒书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，特别是在天旷节期间。这个习俗的起源与中国古代的书籍保护和保存方法密切相关。在古代，书籍多为竹简、帛书和纸书，这些材料易受潮、发霉和虫蛀，因此每年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晒书，成为保护书籍的重要措施。晒书不仅是为了保护书籍，防止潮湿和虫害，更蕴含着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。古人认为书籍是智慧的结晶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因此晒书的过程也是一次文化的洗礼和精神的净化。晒书的活动通常在庭院或空旷的场地进行，人们会将书籍从书架上取下，摆放在阳光下晾晒。晒书时，大家会小心翼翼地翻动书页，确保每一页都能充分接触到阳光。这不仅能有效防止书籍受潮，还能驱散其中的霉气，延长书籍的寿命。天旷节期间，晒书成为许多家庭的一项重要活动，整个过程既严肃又充满乐趣。大人们负责搬运和翻晒书籍，孩子们则在一旁帮忙，学习如何保护和珍惜书籍。这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。二、晒棉被的习俗。晒棉被的习俗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中国古代的棉被多为手工制作，内部填充棉花或其他天然材料，外部包裹布料。这些材料虽然保暖舒适，但也容易吸湿发霉，尤其是在潮湿的季节。因此，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晒棉被，成为保持被褥前燥和卫生的传统方法。晒棉被不仅是为了保持被褥的前燥和清洁，还有助祈福和驱邪的象征意义。古人相信，通过晒棉被，可以驱散病菌和霉气，带来健康和好运。同时，晒棉被也象征住清除旧年的晦气，迎接新年的美好祝愿。晒棉被时，人们通常会选择一处阳光充足、通风良好的地方，将棉被展开晾晒。晒棉被的过程中，家庭成员往往会一同参与，大家协力将棉被翻晒，让每一面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照射。阳光不仅能去除棉被中的湿气，还能通过紫外线杀菌，保持被褥的卫生。天旷节期间，晒棉被成为一种家庭活动，充满了温馨和欢乐。晒棉被不仅是为了保持家居卫生，更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团结。大人们忙碌地翻晒棉被，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打闹，整个家庭洋溢着欢声笑语。在现代社会，晒书和晒棉被的习俗依然保留在一些地区和家庭，虽然形式有所简化，但其核心意义依旧深远。晒书和晒棉被的习俗体现了古人对知识和健康的重视。通过这些活动，现代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祖先的智慧和生活方式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晒书和晒棉被的过程中，家庭成员共同参与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合作。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，也让孩子们在参与中学会了责任和分工。晒书和晒棉被不仅是为了保护书籍和被褥，更是一种健康生活的方式。通过定期的晾晒，保持家庭环境的前燥和卫生，有助于预防疾病，
提升生活质量。天旷节一年只有一天，加上这天是玉皇大帝广开天门的日子，同时也是虎爷的圣诞，所以被认为是补运的最佳时机。求神、拜佛、祈愿都最为灵验，无论财运不佳、事业不顺、久病不愈或是感情没有着落的人，都能借由这一天好好为自己与家人祈福。天旷日作为一个古老而神奇的节日，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广泛庆祝，但其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却永远不会被遗忘。这个节日不仅传递了感恩和希望的价值观，也让人们在面对困境时怀有信心和勇气。通过了解和传承天旷日的文化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珍惜生活中的美好，感激他人的帮助，并对未来充满希望。